来把油呲在葱姜丝上，呲啦一声，这就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环君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很长时间没和大家分享青菜的做法了吧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道白灼生菜。白灼生菜非常简单啊，西生菜、大葱、姜，还有红尖椒。葱呢，其实也可以用香葱啊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用大葱。相对来说呢，用大葱呢比较好切一点。这道菜呢，也是一道举一反三的菜啊。这道菜学会了，基本上白灼青菜都可以按这个方法来做。那现在我们开始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把西生菜加工一下啊。这个西生菜我们说过了，买的时候用手捏一下，就是感觉里边非常松软的那个是最好的。这个呢，摄影师是你买的不？不是我。头头关系啊，这个里面相对来说有一点硬啊。来，我们这样磕一下，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芯儿，你看这一下就出来了。把它放在盆里啊，这个我们让它剥开，这个就不用借助刀了啊，用手撕就行了。这1开3吧，这个不要太碎啊，稍微大一点啊。这个其实也还可以，就是这个你看。我说了吧，这里边有一个硬的芯儿，你看这有点发黑了，这个我们就不要了啊。这也不是说浪费，这个真的是不要吃。我觉得这应该有点发苦。谁买的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生菜清洗一下。我们把西生菜洗干净啊，不用太碎啊，这个大一点不要紧，就基本上这样给它弄得松散一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把白灼嘛，就是用水焯一下。那现在我们把火烧开，先做水，我们等水开的时候，我们切一下小料，大葱。大葱呢，我们切葱丝啊。这个葱丝呢，就需要相对来说细一点了。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个你看有一个葱心儿，这个葱心儿我们就不用，但是不要扔啊。我们炒其他菜的时候还可以用，比如说你切个葱花，就拿里边的这个心儿。但是我们白灼生菜的这个小料要相对来说精致一点啊，因为除了我们的主食材就是这个小料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切丝，相对来说切的细一点，可能现在看不出来粗细啊，待会儿我把它泡进水里，大家就能一目了然了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泡进水里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来，1、2、3，摄影师评价一下。太细了，都是细活啊。好，那切完葱，来我们切姜啊，葱姜同样啊，葱切丝，姜也是切丝。那么这回我们真的是要切细一点啊，切细呢，首先要把姜片切薄，好，切薄一点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切丝，这个姜丝呢也是尽量把它切细啊。我们把这个姜也放在水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1、2、3，还真是不错啊。切完葱姜，那我们还有一个红椒啊，红椒的作用呢，就是在这里面呢是一个配色啊。你看我们的葱是白，姜是黄的，然后我们再有一点红的呢，可能会更好啊。那为了更美观一点呢，我们其实就取一个中段啊，其他的部分我们也不能浪费，我们先放在一边。红椒我们从中间打开，这个籽和筋膜给它去掉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啊，这个红椒呢，我们买的是比较厚一点的啊。那为了配合葱丝和姜丝的细，那我们还可以把它给片一下啊。好，从中间看一看，其实这个红椒丝用不了多少啊，只是起到配色的作用。好，相对来说这一点其实就够了啊。这个红椒丝呢，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不用啊，因为它并不起到调味的作用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葱丝、姜丝、红椒丝混合一下，给它抓匀。好，就这样在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。现在水开了啊，我们1/4勺的盐，再加一点点的油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洗干净的生菜放里边焯水，这一步就叫灼。西生菜大概焯水多长时间呢？基本上20秒就够。好，把它完全浸入水中，基本上放进去，等这个水再开，我们时间就到了。好，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关火，把生菜捞出来。好，捞出来的生菜我们先放在一边啊。看我们现在这个肯定会带出一点水来，先不用管它。我们要把炒锅里的水倒掉，我们要烧油。好。
炒锅回来，开火，把炒锅烧热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生菜里边，你看又出了很多水啊，我们要把这水一定要控干。OK， 我们现在把水控干放在这儿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泡的葱姜还有红椒挤干水分，撒在西生菜的表面。我们把炒锅开火。烧热，然后倒入植物油，这个油可以多一点啊。我们要用这个油来呲一下葱姜丝，让它迸发出香味儿。这个油一定要烧热啊。好，可以了，烟已经起来了啊。我们关火，来把油呲在葱姜丝上，呲啦一声，这就对了。现在我们这锅里还有一点点油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火是关的啊，千万不要开火，利用这个锅里的余温。来，我们有一个神器。白灼汁儿啊，就是蒸鱼豉油。以前呢，我们做厨师的时候，这蒸鱼豉油都是自己做啊，其实挺麻烦的，用很多配料。现在有了这个了，非常方便啊。来，大概倒2茶匙左右吧，用这个锅里的余温把这个蒸鱼豉油稍微的给它热一下。有的人呢可能做这个白灼的菜，或者是真的是蒸鱼的时候，直接从皮里边往菜上把这个豉油就倒了，这样呢非常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豉油是凉的，我们菜是热的，凉的一到热里边，它自然会稀释这个菜的温度，所以我们也让它热一下。但是这个不能烧啊，就是不能开火，一开火这个豉油它就糊了。来，我们顺着盘边倒入，这样会很漂亮。白灼生菜就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！喜欢我们就给我们点赞、关注、1键3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